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一个来自于我们最近一个非常活跃的大神叫做尾树啊。这个尾树有点像银龙尾地的原树的意思是吗？但是有点这么强行理解的话，就是贯穿三国的感觉啊。但是三国里面你看很多的街机游戏它就根本就没有像袁术这种人，你知道吧？因为你连袁绍都没有，你还袁术对不对？好，咱们先不扯这个事儿主要还是以这个魏蜀吴三国争霸展开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说还好啦能理解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最高难度飞龙飞龙的话就是规避版权版最高难度的这个马超的摊分。很多人说小狼这个现在你还敢做摊分呢？你都不直播了，对吧？你还敢做摊分呢？你这句话说的我就有点嘚儿我这个所谓的摊分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摊分因为咱们这个游戏想要摊分，它跟以前的那个《三国战记119》不一样，你就点打连招，利用游戏的机制，比如说用这个马超的话，可以利用它的这个小飞镖我们这个空中一顿小飞镖它有个专门的名字，还好像跟这个名字叫的还挺嘎过，我忘记了叫什么了这个说法不一样。然后我们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然后呢再呢就是类似于像有一些原著，比如说像夏侯惇或者说牛金对吧？再加上玄武神器用来打这个分所以说还是比较好的这里面呢，咱们玩的就是比较细节了而且呢，越是摊分呢，越能体现出来这个玩家的基本操作它这个并不是那种一个一个去摊所以说看起来也没那么无聊吧就是说来我们看看它这个必杀我看超级必杀技有这个什么滚石阵、落石阵、兽咬、火兽，这都知道但这个剩下那个百鸟朝凤，就是下前臂这个百鸟朝凤就有点对吧？就明白了就是下前臂下前跳的意思就是叫百鸟朝凤。他放的这个呢，明明是必杀就是明明是一堆飞镖，但是叫百鸟朝凤就对了。好。这里面是打出了咱们的这个神龙骨水，这是整个游戏当中最重要的道具之一摊分的话也一样的，因为咱们迫切的需要这个气儿。虽然说用青龙神器也可以，但是呢是短时间内。但如果你卡出 bug 的话这个就还好一些。好，可以看到，血量应该是够了吧？再打一下最好，打一小套。然后呢，把它招降，一定要招降它的。你要招降它的话呢，会给自己赢得不少的这个摊分数。因为夏侯惇的摊分在打这个孟获的时候是特别过瘾的。好，其实现在血量已经差不多了，没有必要再打了他再打这个加分也加不了太多的好，他选择了直接小摊一手。好，齐天一锁出了一个火焰弹这个他身上没有火焰弹了有你看原本是有一个的，不需要他。不需要这个他身上这个的，你也可以放。但是他选择了用了一手必杀，打了一个小连击。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这就是200多万的分数因为后面的00呢就无所谓咱们把这个00呢当成不算所以说算前面的，你可以只能说是2万分数。反正它前面那个黄字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分数点它多少个黄色的分数才最主要的。好，接上了一个必杀，然后空中踢云纵。这个踢云纵大家伙都了解真的是踩着敌人上去有点类似于像这个武当派的那种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的这种感觉了牛顿棺材板有点按不住了，就不用多说了。再加上咱别说你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或者你把一个人踢上去，然后踩着那个人往上踩，这个游戏当中有很多这个反人类的你比如说像马超这个踩，或者说你就哪怕是3级跳。也一样的，你看这个游戏里面，咱穿上那个衣服我姑且认为咱们这个游戏有玄幻对吧？你穿上这个衣服，你可以说变个戏法也好，还是说有神力也好，但是你这个轻功，就是你这个角色无论是貂蝉赵云马超他真的可以就呱呱就能3级跳，你这不是是不是对吧？拳皇里面那个猴子。拳皇里面那个猴子最狠那猴子可以选择扎过去，垂直往上扎，再垂直往下扎，再垂直往上扎，不落地。我操，这更狠还有，当然了，这都是属于在跳跃方面上选择狠的。还有就是，你像那个红丸，
没事打你大姑妈那个招就是反摇手，他选择一只手放在地下支撑着，另一只手把着这个手，然后转，打到人了之后呢，还能磨着，还能贴到人身上，然后不停下来。我操，反正呢就是各种神，对吧？当然了，你马超跳起来撇这个飞镖，这个百鸟朝凤啊，你也可以说他制空能力强啊，也可以，对吧？啊，当然了，很多人说你他妈都法术了，还跟我谈物理学呢啊？那人家那个神来，对吧？召唤这个什么雷，这怎么说呀，对吧？你比如说你召唤小兵过来那个拿那个小戟过来挑，或者是召唤那个龙车啊，就是火车啊，召唤兽咬也可以。你训练了一批猛兽，对吧？一个口哨哗过来。猛兽帮你咬一下敌人，这都可以理解是吧？但是神来是什么鬼？直接召唤个雷神，召唤个火神，我是醉了啊！好，当然了，这都是开玩笑啊，感觉可以以后盘点起一些游戏里的一些特殊的东西啊，找点游戏做，老做这种吧，确实啊，这个简单，放一个视频精彩的，咱们跟着说啊就完事儿了。但是呢，以后要想做啊，真是要。那可以做一点游戏当中的一些小盘点呐，一些小剧情介绍啊，也行啊，对吧？还有很多游戏比较相似度的，反正你能想到什么呢，咱们就做什么。以后真的是只能往这个方面发展了，要不然真的是落后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这种解说的风格呢，是有一定的陪睡啊，是有一定的陪睡效果。在陪睡效果这个节骨眼上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只要能陪睡，啊，对吧？那我狼就给你跪，是不是？大家伙只要点个赞、转个发，是不是？关个注，那什么都好说啊，对不对啊？好，当然这里面呢，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正常打分呢，不在乎这点小分数的，不要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连招，你如果一个不小心失误了，这上下可就是好几百万的分数啊！真的是现在你看打出个7来，费劲巴拉的啊！真是有一个连招，如果你连得好，一次都不失误，有可能你咔咔几十个黄字就出来了，所以说主要还是看发挥啊。但如果是 TAS 或者像那种咱们多人配合，基本上不会出现失误。我记得我之前我还解说过1控4的摊分啊，双马超摊分，那可以循环摊分，他把分摊爆了，然后又摊，继续摊，然后又爆了，又摊啊，反正是特别有意思啊。然后再呢，就是还有很多人觉得用这个牛筋是吧？用牛筋，然后再加上什么这个张合搁那托马斯全旋，然后牛筋搁那唰，然后多人配合啊，其实也一样，主要就是有这个伤害修正，再加上玄武神器。对吧？然后用这个捡衣服的方式呢，让这个神器呢无限存在于当前的地图，对吧？然后再无限复制。但咱们这个玩法呢，因为是不复制啊，所以说呢，咱们的摊分呢是比较权威的啊。这里面虽然说咱们玩的版本当然是可复制的啊，因为大伙玩的都是可复制版本，只不过不复制而已。也有说专门的速通玩法，就是说我不复制的速通和复制的速通啊是两种。当然，这个其实有很多人玩家对这个游戏的概念就是，既然你游戏有这个，对吧？你游戏有这个设计，对吧？有这个设定，有这个 bug， 我就可以用，对吧？我用了，我照样速通，这是你游戏自带的 bug， 你不能赖我啊，对吧？当然呢，也谈不上说什么胜之不武。现在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即便让你无限复制，我估计你一命通关也难的，真的啊。好，进入到密室当中。这里面可以看到啊，这个该搜集还是要搜集，有很多这个箱子里面的，你说这道具呢，都是关键时刻可以派上用场的啊。当然摊分的话呢，这个游戏虽然说有一定的伤害修正，但它并不是伤害保护。伤害保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打这个 BOSS 也好，还是说你像格斗游戏也好，你打着连招连的多了，这个 BOSS 就不费血了啊，就是说他一丝血都不掉。比如说电神魔魁2啊，他就是真不掉血。但是如果说你格斗游戏也有这种设计的，但是这个游戏就是什么呢？就如果你伤害修正的话，你可以无限连。当然，它游戏设计的基本上你没法无限连啊。即便说你玄武神器，它也不是无限时间的，只不过你非常恶心的把玄武神器利用 bug 弄成了无限时间，那你就可以无限连了嘛，对吧？但是呢，它就是利用这个机制，就是那个血会费的很少，但是它并不是不费血，所以说也还好一些啊。好，这里面咱们选择走这个森林路线，一会儿呢打这个曹仁的话呢，看看怎么个打分方式啊。曹仁的话打分，咱们有5颗气，必须啊该用就得用，连 BOSS 加小兵一起打，然后看看怎么说，给他勾引回来。好，这个位置
应该从左往右打才比较好。这样的话，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没有小兵就有点嘚了，起身调好啊，小兵出来了，踢过来1、2、3、4，一扣一蹬啊嗨！这他看出来跟小飞镖没关系，他是手啊，一踢，再返回来一身，结果2个兵了，一个翻，跳起来一顿刷，再刷，哎呀！这个2次失误啊，这个确实是啊。不过这都是小事儿。其实他这个连招呢，连出来2次啊，打的分数也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多。好，后面还有你看射箭的，我跟你讲啊，不要小看这个小兵，游戏就是这么设计的。如果你有小兵干扰你，你就真的没招。一个翻跳起来，也没有太多了啊，留到下一关吧啊。其实留到第3关的话比较好一些啊。第3关咱们长坂坡主要就是用来打这个孟获，你把孟获打好了就比较实在了。但是打孟获的话，还是要靠一手这个，要靠一手这个夏侯惇的翻天斩比较好一些。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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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啊，好，它这个通关音乐啊，还是比较传统，咱们中国风的这个通关音乐。有的这个国产游戏啊，对吧？是国产的，但是它非要做出一些这个其他这个地方的这个音乐啊。咱们讲三国，你说三国里面又没有这个外国人，是不是？你顶天同时期的有一个这个，对吧？东方的一个岛国，是吧？它有这个卑弥呼什么的，是不是啊？也就这么个情况了。那你再还有啥呀？在外国人那个时候，是吧？咱们现在搁现在来讲呢，那咱们都确实已经这个血脉大融合了啊，相当于这个这个中华这个56个民族，对不对？但当时呢，可能觉得好像是外族啊，但是呢，当时他们以这个这个文明为主嘛，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呢，跟大家伙讲，尤其是在这个。对吧？尤其是在这个两晋南北朝到隋朝这个大一统时代的时候呢，是特别有跨时代的意义的啊，大家伙都了解啊。好，可以看到来到这个地图，这个地图的话，你可以看到啊，《三国战记2》呢，其实这个游戏呢，对于新手来说上手特别难，因为它的玩法颠覆了《三国战记1》的玩法啊，当然跟《风云再起》也不一样。但是呢，《三国战记2》呢，它有个好处就是它给你的补血特别多，就是它很多地方都会给你非常充足的补血，即便你上手不会玩，但是它补血非常多。而《三国战记2P》，也就是咱们现在玩的这个版本，它说给你的血特别少，给你特别少的血。所以说呢，你如果想要玩，你像刚才，你如果想要速通，那自然而然的，即便选马超的话，咱们的玩法也会选得非常暴力嘛，有其他的必杀的，比如说咱们说有这个什么兽咬，有那个龙车，还有两个石头，一个是滚石，召唤一个大石头，沿着屏幕啊，自左到右或者自右到左啊，你指的方向，然后往回滚。这样的话呢是非常对吧？这个技能非常实的。还有呢就是召唤石头从空中往下砸啊，这也是啊双石。当然另外的马超呢是就是一共两个版本马超嘛，大家伙都懂的。好，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在血方面呢，一会儿呢在车上有一个大鸡腿啊，大肉腿，还算是有个机会给咱们补给一下啊，应该是要走井里。走井里的话呢，有一个神龙骨水必须要，应该不会走这个其他的地方了啊。好，然后呢，在打这个兵的时候，好像也有一个补啊，我忘记了啊。咱们看看这个，对，一会儿那个车上有个大腿，那个是必须的啊。首先这个大腿必须要吃的，如果你吃不到的话，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其实比较好吃的啊。你看他第一时间马超拆这个东西特别快啊，一砍站的是歪轴，你不要站在他正面的时候打，那样的话容易直接处死。你站在 Y 轴，你 A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他这个小推车，你能打到他，他冲不到你，就总体来讲一个字儿就是赖。OK， 看看围绕着一个车直接一撞，这个地方呢是有一把青钢剑啊，这个青钢剑的钢还真的是那个钢的那个钢，他妈有点怪怪的啊。这是马超专属，这个游戏当中不是赵云专属，也不是诸葛了。这里面青钢剑，比如不是冰剑，它就是一把
这个一把这个红色的剑啊，而那个倚天剑呢是一把青色的剑啊，这里面倒转了啊。好，跳进去啊，肯定是要走井底的。这阿斗说：“尼玛，你不救我啊？我尼玛啊！”好。 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这个不把那个小剑扔了啊？这个要解锁这个技能还得靠这个小剑，但是呢，如果你要拿这个倚天剑的话啊，就可以把小剑扔了啊。当然了，你也可以考虑说，我摊分的话，是不是用小剑的话更适合摊分一些，打的血量少一点。好，来看看和和，1、2一翻，再翻，再翻翻，好 A 一下。 哎，这开歪轴卡的太彻底了。好，可以看到再翻没翻明白，后面这个小兵这么肉的啊，反踢1、2翻过来，再翻过来。现在主要是以打血，一会儿主要是以孟获为主啊，不要以为好像在这里为什么不多摊一点，一会儿孟获来了才是 YYDS。可以看到有了青钢剑之后啊，这个伤害也确实加成可以。再来一套必死，翻过来。 好，很多人说要不要招降他啊？这摊分不需要招降他啊，而且你也没有必要这个真方天画戟，所以说没有必要招降他，主要是以这个梦会为主。然后他死了之后呢，会给咱们报一个这个那个玄武神器，这个玄武神器啊一定要捡。好，把刀兵册扔了。对，你说你扔，那你捡它干嘛呢？对不对？你既然你要扔它，你捡它干嘛？跳起来，可以利用特殊攻击来跳也一样。 直接把这个打死，他这个狮吼功练得很恶心啊！好，给他勾引下来，玄武神器可以看到，然后倒一下啊！很多人问为什么要这么整，他扔出来第一时间再捡，就是倒这个东西啊，倒这个宝，让这个宝呢这个排列顺序呢更适合一些自己。好，可以看到，利用这个孟获，你别看这个孟获只有1管血啊，他真的能摊很多1、2、3、4。 直接就启动了，3一蹬，用援助，援助来重置一下。好，利用这个神器，可以看到再来，这直接100多黄字，你看打好了，根本不在乎这点东西的啊，还剩10秒。好，3颗气。 换过来，然后一个蹬，哎呀，你看这一下就少太多了，直接怼死他。刚才呢，这你看这一个必杀就死了，很多人说那也多摊不了太多，这你就想多了啊，因为你要弄好的话，刚才那个突突他的伤害并不是这么高，这个必杀打中人，刚才那么个连击加上玄武神器的连击是有伤害修正的，我之前也说过了啊，他用这个夏侯惇并不是翻天斩，他是利用夏侯惇来重置，然后用来打这个百鸟朝凤啊，这个确实凶啊。 有点东西的啊。